奕晨，我前幾天出去吃飯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一件特別奇怪的事情。當時我一個人坐在餐廳裡等朋友，剛好沒什麼事，就一直在看周圍的人。結果看着看着，我發現旁邊好幾桌客人都有一個共同點。什麼共同點？菜上桌以後，他們都沒有馬上開始吃。一開始我還以為他們在等人，後來發現不是，我又以為他們在聊天，所以顧不上吃飯，結果也不是。那些人都在低頭看手機，而且每一桌幾乎都是這樣。其實你說到這裡，我已經猜到後面發生什麼了。對，他們都在拍照，而且我越看越覺得有意思。以前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，大家最關心的是今天吃什麼，好不好吃。現在很多人看到菜的第一反應好像變成了這個看起來好不好拍，真的特別明顯。而且這個習慣已經變得非常自然了。我有時候和朋友出去吃飯，服務員剛把菜放到桌上，手機已經拿出來了。而且我後來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細節。什麼細節？菜剛上桌的時候，其實經常是餐廳裡最安靜的時候。為什麼？因為所有人都在拍照，真正開始聊天，反而是在拍完以後。你這麼一說，好像真的是這樣。前幾天我和朋友吃火鍋的時候，就遇到一個特別真實的畫面。當時鍋已經開了，肉也已經放進去了，我都準備開始吃了，結果有個朋友突然說：“等一下，我還沒拍。”肉都已經下鍋了。已經下鍋了，那還拍什麼？我當時也是這麼想的，結果他不但拍了，而且拍得特別認真。他先拍鍋，再拍桌上的菜，然後又換了一個角度重新拍。我坐在旁邊越來越餓，最後甚至開始擔心那片肉會不會煮太久。我最想知道的是，那鍋火鍋最後怎麼樣了？我後來一直在看那片肉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他已經快退休了。我覺得很多中國人應該都見過這種情況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有人說一句“先別動”，那整桌人真的會停下來等，哪怕已經很餓了，也會先等他拍完。對，好像大家默認有這樣一個規則。不過月寧，我覺得這個現象你可能發現的比我晚一點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你本來就不算特別喜歡拍照。每次我們一起出去喝咖啡，我經常看到你已經開始喝了，才突然想起來，是不是應該拍一張？這個倒是真的。我從小就沒有特別喜歡拍照，出去玩的時候，我經常更喜歡慢慢看周圍的東西，而不是一直拿着手機拍。我和你完全不一樣。我出去玩會拍照，看到好看的咖啡店會拍照，吃到特別好吃的東西也會拍照。雖然很多照片後來根本不會發出來，但我還是習慣先拍一下。所以你的手機裡應該有很多照片。特別多，而且有些照片我自己都忘記是什麼時候拍的了。不過有意思的是，就算像我這樣原來不怎麼喜歡拍照的人，現在也越來越習慣拍照了。有時候看到好看的蛋糕、奶茶或者風景，也會下意識拿出手機。所以這件事真的越來越普遍了。對，而且我後來發現，現在中國年輕人拍照好像已經不只是為了記錄食物。確實，喝咖啡要拍，出去玩要拍，看到好看的地方也要拍。而且很多人都會說2個字。什麼？打卡。對，有時候大家去一個地方，好像不僅僅是因為喜歡那個地方，而是覺得既然來了，那一定要拍張照片，證明自己來過。對，好像拍完照片以後，這次打卡才算完成。沒錯，現在很多人說打卡其實就是去一個地方看看，然後拍張照片留個紀念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很好奇，
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喜歡拍照打卡？現在的年輕人到底在打什麼卡？剛才說到打卡，我發現這個詞這幾年真的越來越常見了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現在能打卡的地方好像越來越多。有時候我會覺得，只要有人拍照，就一定會有人說這裡可以打卡。对，而且以前大家說打卡的時候，通常是旅游景點，比如去了長城、故宮或者西湖，大家會覺得這是一次旅行，要留下一張照片。但是現在完全不一樣了。有時候我周末出門一天，感覺自己一直在打卡。喝咖啡要打卡，看展覽要打卡，連去一家新開的麵包店都能打卡。我也有這種感覺，而且我發現現在很多年輕人出去玩之前，第一件事好像已經不是查路線了。那是什麼？先看照片，看看別人拍的怎麼樣，哪個角落最好看，甚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提前想好了。這個太真實了。有時候我還沒出門，就已經知道自己到了以後要拍什麼，甚至連站在哪裡拍都提前看好了。對，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，現在很多人其實是先看到照片，然後才認識一個地方。以前可能是先去了一個地方，回來以後再拍照，現在好像剛好反過來了。而且現在網上的影響真的特別大，有時候一個原來沒什麼人知道的小店，突然有一天就特別火。尤其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看小紅書，有時候一個地方本來很普通，但是只要有人發了一張很好看的照片，很快就會有更多人去。我之前真的遇到過這樣的情況。有一次我專門去一家特別火的咖啡店，出門之前我已經在網上看過很多照片，覺得那個地方特別漂亮。後來呢？到了以後，我發現門口已經排了很多人。為了喝咖啡？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，結果進去以後才發現，很多人其實是在等窗邊那個位置。為什麼？因為網上最火的照片就是在那裡拍的，那個位置光線特別好，拍出來很好看，所以大家都想坐那裡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後來發現有些人拍完照以後，好像任務就完成了。什麼意思？照片拍完了，咖啡還沒喝完，人已經準備走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拍完照片以後，那個位置馬上又會有人坐過去。對，感覺那個位置一天都在工作。那張椅子應該是店裡最忙的員工，而且還不用發工資。而且我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，有時候大家去的是同一個地方，拍出來的照片也差不多，一樣的窗戶，一樣的角度，甚至連動作都差不多。因为大家看的可能是同一篇攻略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想，大家到底是在旅游，還是在完成一個打卡任務？我覺得兩種都有。一方面是真的想去看看，另一方面也會覺得，既然已經來了，那總要留下一張照片，不然好像少了什麼。而且有時候我會覺得，很多人出去玩的時候，時間特別緊，到了一個地方先拍照，拍完看看照片，然後馬上去下一個地方，好像一天要完成很多個打卡點。有時候我看旅遊攻略都覺得有點累，早上這裡打卡，中午那裡打卡，晚上再去另一個地方打卡，感覺比上班還忙。好像真的有一點。不過我後來發現，打卡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可能不在於去了哪裡，而是在於為什麼大家這麼想留下照片。對，因為很多照片拍完以後，其實根本不會發出來，但大家還是會拍。那為什麼呢？這個問題我最近也一直在想，因為我覺得拍照這件事
後來好像已經不只是為了分享生活了。剛才我們聊了很多打卡的地方，不過我後來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现象，有時候大家拍照的東西其實並不特別，不是旅遊景點，也不是什麼重要的活動，可能就只是一杯咖啡、一塊蛋糕，或者一個很普通的下午。而且我發現，对，如果是出去旅游，我還能理解，畢竟去了一個特別的地方，總會想留個紀念。但是有時候我自己也會覺得奇怪，明明只是出來喝杯咖啡，為什麼還是會下意識拿出手機拍照？現在很多人點完咖啡以後，第一口經常喝得特別晚。這個我承認。為什麼？因為還在拍照，有時候咖啡已經放在那裡好幾分鐘了，我還在調整角度。有時候拍完以後，我才突然發現，咖啡好像已經沒有剛端上來的時候那麼熱了。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，咖啡店裡最忙的可能不是咖啡師，那是誰？是客人的手機。而且我前幾天真的遇到過一件特別真實的事情。那天下午，我去一家咖啡店，本來只是想進去坐一會兒，結果咖啡剛端上來，我拿起手機拍了幾張，拍完以後又覺得光線不錯，於是又拍了幾張。最後回家的時候，我看了一眼相冊，發現自己已經拍了10幾張。10幾張？對，拍桌子，拍杯子，拍窗外的光，然後再換一個角度重新拍。後來發出來了嗎？沒有，一張都沒發。一張都沒發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回家以後我自己都在想，既然不發，那我為什麼要拍這麼多張？那你想明白了嗎？想了一下，好像不是因為咖啡有多特別，有時候只是覺得那一刻看起來很舒服，陽光剛好照進來，店裡的人不多，音樂也很好聽。雖然以後可能不會再遇到完全一樣的下午，但至少可以先把它留下來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其實我後來發現，很多人拍的可能不是咖啡，而是那個下午。那個下午，對，照片裡面雖然是一杯咖啡，但真正留下來的可能是當時的心情。比如那天下班比較早，天氣很好，剛好找到一個安靜的位置。那種感覺其實很難保存，所以大家會拍一張照片。你這麼說，我突然想起我手機裡的很多照片，有些照片現在看起來真的特別普通，但是每次看到那些照片，我都會馬上想起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。我也是這樣，有時候照片裡的東西其實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當你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，會一下子想起那時候的自己，還有那一天是什麼心情。我前幾天整理手機的時候還嚇了一跳。這個倒是很像你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你的手機裡一定有特別多照片。這個倒是真的，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。結果翻着翻着，突然看到幾年前的一張照片，一下子就想起很多已經忘記的事情。有時候真的很奇怪，平時已經忘記的事情，看到照片以後，突然又想起來了。而且連當時是什麼心情，有時候都會想起來。所以我越來越覺得，拍照這件事後來已經慢慢變了。以前拍照以後，大家可能會想，我要發給別人看。現在很多時候，拍照以後想的反而是，以後我再看看。所以後來我覺得，大家拍照好像不只是為了記錄看到了什麼，也是在記錄自己當時的生活。不過說到這裡，我發現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。如果拍照只是為了記錄生活，那為什麼很多人拍照的時候會花那麼長時間？為什麼一張不夠，還要拍10張、20張，甚至更多？有時候我自己拍完以後，都會覺得奇怪，
明明只是喝杯咖啡，為什麼會拍這麼久？而且很多人拍照的時候，好像已經不滿足於記錄生活了，他們好像還在追求另一件事情。什麼事情？一張自己最滿意的照片。剛才我們聊到，很多照片拍完以後，其實根本不會發出來。所以我後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：現在大家拍照，到底是為了別人，還是為了自己？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難回答，因為如果完全是為了自己，好像有些事情又解釋不通。比如什麼？比如修圖，如果照片真的只有自己看，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時間修圖？而且不只是修圖，很多人拍一張照片的時候，不是拍一張就結束了，而是拍10張、20張，甚至更多。如果只是記錄生活，好像1張就夠了。但大家好像不會滿足。為什麼？因為大家總會覺得下一張可能更好看一點。最後照片越來越多，但真正留下來的可能只有1張。這麼說的話，你覺得大家還是會在意別人怎麼看？我覺得會。有時候拍完照片以後，我還是會想，這張發出來會不會好看？或者朋友看到以後會有什麼反應？因為現在分享生活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。而且有時候發照片，不一定是想讓別人羨慕，只是想告訴朋友，我今天過得還不錯。不過，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。什麼變化？以前很多人發朋友圈的時候，好像特別在意點讚和評論，發出去以後還會時不時打開看看。這個我太有印象了。我記得很多年前發完朋友圈以後，總會忍不住點進去看看有沒有人點讚或者留言。現在呢？現在好多了。有時候發完以後就忘了，甚至第2天才想起來自己發過朋友圈。照片還是會拍，生活還是會分享，但是大家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在意別人的反應了。不過說實話，我覺得還是會在意一點。真的嗎？會。不然為什麼很多人拍了20張，最後只發1張？而且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。有一次我發了一張照片，發出去以後看了幾分鐘，越看越覺得不滿意。然後呢？刪了。為什麼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突然覺得應該選另一張。結果我刪掉以後，重新選了一張發上去。所以說到底，我覺得拍照既是為了自己，也是為了別人。拍照的時候，我們會想到別人怎麼看，但最後陪伴自己最久的，往往還是這些照片。這個說法我很喜歡。不過說到這裡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你會不會捨不得刪照片？會，而且非常嚴重。有多嚴重？嚴重到我有時候想找一張照片，結果找了10分鐘都找不到，因為照片實在太多了。什麼照片都留着嗎？差不多，但是你讓我刪，我又捨不得。為什麼？因為總覺得以後可能會用到，雖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。哈哈，這個太真實了。所以很多人的手機相冊越來越大，照片越來越多，但是看的次數越來越少。我前段時間真的下定決心整理手機。後來呢？我告訴自己，今天一定要刪照片，結果刪了2個多小時。刪掉多少？幾十張。就幾十張？對，因為每刪一張，我都會覺得，等一下，這張是不是還能留着？刪着刪着，我自己都開始懷疑，到底是在整理照片，還是在回憶人生。哈哈，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有同樣的經歷，因為照片後面還有很多記憶。平時根本不會想到那些照片，但是偶然翻到的時候，又會一下子想起很多事情。有時候我只是想找一張最近的照片，
結果翻着翻着，突然看到幾年前的一張照片，然後就停下來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會開始想，那時候我在做什麼，和誰在一起，那一天為什麼這麼開心。有時候本來只想找1分鐘照片，結果20分鐘過去了。哈哈，我覺得很多人都經歷過。而且最神奇的是，有些照片拍的時候根本沒覺得特別，可能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下午，但是幾年以後再看到，反而會覺得特別珍貴。我們拍照的時候，其實不知道哪些照片以後會重要。有時候認真拍的照片，後來一次都沒有看過，反而是一張隨手拍的照片，會一直留在手機裡很多年。所以說到底，大家喜歡拍照，可能不只是因為喜歡照片本身，也是因為想把一些正在發生的生活留下来。因為很多事情過去以後就不會再回來，但是照片會留下來。而且有時候我會覺得，如果那一天完全沒有照片，好像真的少了一點什麼。有時候看到照片，記憶好像會變得更清楚一點。所以照片可能不是為了證明什麼，而是幫我們記住一些原本會慢慢忘記的事情。而且我後來越來越覺得，很多照片其實不是拍給今天的自己看的。那是拍給誰看的？拍給幾年以後的自己看的。也許拍的時候覺得很普通，也許拍完以後很久都不會再打開，但是某一天突然看到的時候，它可能會帶你回到那一天。因為照片留下來的好像不只是畫面，還有當時的心情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聽完這一期節目以後，打開手機相冊，看見了一張很久以前的照片，說不定你會想起一個已經快忘記的下午，或者想起一個已經很久沒有聯繫的朋友，又或者想起以前的自己，原來那一天也一直留在那裡。在節目結束之前，我們一起複習3個今天出現的詞。第一個詞是打卡。打卡就是去一個地方以後拍照，然後記錄自己來過這裡。第二個詞是修圖。修圖就是修改照片，讓照片看起來更好看一點。第三個詞是相冊。相冊就是我們平時保存照片的地方，也是很多人捨不得刪東西的地方。這個我同意。你平時喜歡拍照嗎？你手機裡最捨不得刪除的一張照片是什麼？為什麼你一直把它留到現在？歡迎大家一邊學習中文，一邊想一想這個問題。下一期我們聊一個很多中文學習者都會遇到的問題。為什麼學了很久中文還是不會說？我們下一期一起聊聊。感謝大家收聽這一期漢語微風，這裡是一個可以輕鬆聽中文、慢慢習慣中文的地方。我是月寧，我是奕晨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